然后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看到的一个第二个网盘搭建，网盘叫蓝眼云盘，然后它是一个快速上手，然后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开放网盘，然后它这是它的 GitHub 页面，然后的话它是 Docker，然后 Circulate，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边的一个介绍，然后它的架构，它前端是 React，后端是 Golang，然后你这两边就是它的一个前后那个相当于是一个项目文件吧，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拿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主要讲搭建，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链接，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官网，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GitHub，然后这个是一个在线的一个 demo，然后有一个做一个，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大概的一个界面，然后它是有一个共享空间，一个分享，然后它的个人文件我们这里可以点击查看，然后这些，然后我们返回后的话，我们播放影片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是直接点，然后就直接下载，然后大概就这个样，然后你可以上传呀、文件这些。反正这就是一个它大概的一个样子。然后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先体验一下它的一个 demo，就放在那个博客上面。然后安装准备的话，他说是如果你是在 Linux、Windows、Mac 上单独安装的话，你需要使用 MySQL 的话，你要先安装 MySQL 再跑这个程序。然后当然你也可以不用 MySQL，到时候你选的时候，你选用 Circulate 也可以。然后你使用 Docker 安装的话，你先把 Docker 装上。然后你如果要放公网上使用的话，建议你做好反向代理域名解析。这是比较安全的操作。然后我这里使用的是一个 Linux 的无版图系统，然后我已经装好了 Docker 来进行一个测试。然后，关于安装的话，这里它有写，然后它是有一个 Docker。然后首先的话，我们创建一个安装模，我们这个安装模叫 Blue Eye Tag。我直接一进到这个模板，我们直接好，那我们进入这个目录。OK，我已经进到这个模板，然后我们编写 Docker Compose 文件。然后的话，它这里提醒一下，就是说它这里官方的话，Docker 这里它只提供了一个Docker 的命令，就大家这里看到 Docker 的话只用了一个 Docker Run 啊 Docker 的一个命令。然后的话，我没有提供有关于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 YAML 文件。然后的话，我的文件是参考的官方的这个命令，然后使用 GPT，然后我们进行编写修改，然后修改成一个Compose 一个 YAML 文件，然后方便大家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先解释一下。然后的话，这里的话，首先是一个 MySQL，MySQL 的话用的是像那官网一样，用的是它这里也是用的是一个5.7的版本。然后这是一个容器名，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端口，有3306，然后一个14306。这两个密码是我随机生成的。然后它官方这里生成的话，好像是没有一个user 的。然后我这里是直接加了一个 user，然后一个 user 一个 tank，然后专门用来访问这个更加的规范吧，访问这个数据库。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它的编码啊之类的类型。然后这个是存储啊，这个存储到我们直接用的是当前目录下的一个 MySQL data，然后后面都不用管它。然后第二个话就是它的一个云盘了，云盘的话它是一个这个名字，然后后面的话你指定的版本为4.0.0，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 Docker Hub，Docker Hub 虽然官方这里，嗯，然后我看一下，安装我们 Docker，虽然官方这里的话，是跟到了4.02，
但是在那个 Docker Hub 上最新的是4.0.0，然后的话，我后面就直接指定的是 Docker 里面的一个最新版本，就4.0.0。可能是他们还没传4.0.2的这个 Docker 版本还没传上去，然后就用的是4.0.0，然后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直接，然后后面一定要写上版本，因为默认拉最新的话它是拉不到的，你最好指定一个版本，然后测试过一下，然后 container 名字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端口的话就是6010保持官方默认，如果你6010占用的话，你改成其他的。然后的话，这个就是存储的一个，就是在钢切幕下的一个 data 里面有个 Docker Matter，然后这个是它依赖于就是我们前面要先创造这个 MyCircle 然后才可以，然后始终送去，然后这个是一个保存，然后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测试一下 copy，那我们创建这个亚马尔文件，右键，然后贴，好确认，我们按一下 I，然后我们复制到这边来复制 copy 复制，然后我们加上去，然后我们不用动它，然后就保持两模的，然后我们 exe，然后冒号 wq，然后我们保存退出，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 cat 看一下这个 Docker 文件，好的，应该没问题，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就我们就启动项目，我们 Docker Compose up 杠 D，好，我们启动一下。然后我这里是直接是create，然后如果你是第三段的话，你现在应该先是拉取那边的镜像。我为了快一点的话，我就没有删除这个镜像。然后如果你第一次的话，你会拉镜像，然后可能稍微需要等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启动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来访问一下，这个服务器142，然后我们刚刚的端口是看到6010，好，我们进入，我们拉到这边。打开 To IP 端口进行测试。好，我们等它加载一下。OK，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成功。然后我们数据库，首先我们先选数据库，这里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 Circulate，然后你比如轻量级的话，你就直接选 Circulate 就可以了。然后由于我们用的是官方的那个 MyCircle，我们就直接 MyCircle。然后我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是用 Docker 启动的话，你一定要填那个 MyCircle 的一个容器名。然后我们那个 MyCircle 容器名，我们这里试一下，我们用 Docker PS 看一下。Docker PS，那我们这个 MyCircle 的容器名是这个 Blue I Take MyCircle，然后我们复制过来，我们把它换回，我们端口就3306，所以不用动，这个用户名不要动。然后密码的话就是我们这个Tank 这个用户的密码，我们前面这里设定的，我们是随机生成的，我们贴上去。然后这里的话改成这个 UTF-8 MB4，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MyCircle 链接。好的，我们看到我们测试通过了，我们就直接下一步。下一步的话，这里表都没有，我们就直接一键建表就可以了。好，好，我们下一步，我们设立一个管理员，设立一个管理员的话就直接随便设一下。然后管理员密码我们也这里也随机设一下，随便设一下。OK，好，那我们提交，然后我们就完成进入首页。好，OK，那现在我们看到就进入完成了。我们输一下我们刚刚设定的用户名和密码。好，我们点击登录。好，我们让你登录进来了。然后它就直接就是这个是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界面。我们这里可以用户管理，然后我们是这个管理员，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用户，用户名。好，我们就选择注册用户。我们文件限制就暂时就不选，就不限制。OK，创建。好，我们现在创建2个用户。我们先试一下，然后我们先设一下上传。上传的话，
然后试一下，我们就试一个之前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然后速度感觉还是可以，还是比较快的。好，上传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OK，那这个可能就看一下的话，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系统这个设备的一个速度，就是你这个 VPS 的一个可能开始。好，它现在加载完成了。你看到我这边还是稍微有点卡，介绍一下如何自建网。所以它还不适合，就是说直接在上面看。然后这个也是因为你可能自己来存储会比较多一点，除非你这个或者说安装在本地，或者说你国内的话网会比较快一点，就是。然后下载速度，然后我们也可以测一下，点击测下载，然后我下载到桌面。好，假如我们看一下速度下载，我们可以看到下载的话还是就属于一个正常的速度。因为我家是一个100兆的，然后这个速度的话对我来说我已经满意了。对，这个速度对我来说就满意，因为我家100兆的网络也不算多快吧，反正基本上够用。好，那么下载完成了，我们不管它。然后第二个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共享空间的事。共享空间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共享空间，共享空间我们就叫测试，然后我们无限制，好，确定。好，我们创建一个共享空间之后，那么我们如果想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想多个人就是一起使用这个共享空间，我们可以一起看共享空间，比如说分享一些文件啊之类的，就像一个团队之类的嘛。那这的话，你点这里，点个这个小人这里，然后你可以绑定一个创建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的一个，然后我们可以设定它的一个权限，就是这个空间的权限，我们是可读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确定，好，我们就把刚刚我们注册这个人加进来了，对吧？我们共享空间，然后我们现在测试上传它这个文件，我们还是上传这个文件，好，上传，然后现在下载完成。打上传。那现在我们现在我们一会儿登一个第二个人账号，看能不能就是说看到这个共享空间的内容。然后我测试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在共享空间相当于一个团队分享文件啊这些。好，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它这个 OK。好，现在上传在这里。OK，好，那现在这里就已经上传完成了。那我们现在重新我们开一个无痕，把这里复制过来。OK，好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下载，然后我们输一下我们刚刚注册的一个用户，点击登录，然后我们直接看到它这里就没有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普通用户。我们看一看共享空间，然后你看它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测试，我们点击看，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我们管理员上传的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大概就是相当于做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团队的一个分享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关掉。然后的话，它这里还有一个设置的话，就大概就自己可以设置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允许自主注册这些，你可以上传后关掉。我们这里不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引擎的，它可以自定义一个引擎。然后我记得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它这个的官方的这个公开的这个默认引擎的话是好像是可能还是网络有点问题，就是打不开有一些功能，有些比如说
昨天好像是有一个 Office 的一个文件吧，反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打不开的话，建议你自建一个浏览器，然后这个官方有说明，这个是一个监控统计，就可以看到你这个网站的一个访问流量啊这些，有用户管理，然后这就可以进行一个用户的管理。然后关于这个的话，我还写到一个就是接口应用，然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在一个第三方存储这里，然后他说他这里提供了一个接口，然后你就可以，好像是说你可以使用这些 API，然后去上传或下载文件。然后的话，当我点进去这个他提供的这个编程接口一个 GitHub，然后这里是404的，然后也找不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导致这边是被删掉了。然后我因为我想看一下它那个怎么用吧，因为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里提供的一个特色功能吧。但是由于就是说它这里肯定是404的找不到，然后我这里就可能想测试的话，我想测试的话可能不太行。然后我今天是用了那个 Post 来测试，然后的话，因为你相当于是你一个接口的话，你要首先要了解它是什么方式去，比如说 get 啊 post 请求啊这些，或者 put 请求啊这些。然后这里的话，它没有写，包括也没有特别注明，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好测试一下。然后它我这里也是404的，然后所以这里我想给大家尝试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他说提供了这个，是可以，但是我打开 GitHub 然后显示这边404了，然后就不太行。然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就是它大概的一个介绍功能吧，然后总结一下吧。然后它这个项目还是搭建比较容易，然后就是官方的话，它没有一个 Docker Compose 安装，然后只提供 Docker Mini。然后如果想使用 Docker Compose 安装与一键启动啊这些，然后你需要自己换成 Compose 文件。然后这一点的话，你没那么方便，但是在 GPT 的加持下就还好很多，然后还可以自动给你生成，然后你再改就可以用了。这个项目不能让执行用户，这个我说错了，这里有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一个允许自主注册，然后就是你需要把这个地方开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动注册，然后这句话就删掉，我一会儿把它改一下。我觉得是如果作为个人程序来说基本够用。然后这个也是，然后他说，嗯，然后如果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作为项目的分享，它是有一个共享功能，共享空间功能。然后的话可以把文件放在共享空间，然后你拉人进去，然后大家都可以看。然后的话，但是里面的文档我测试的话也是只有查看功能，然后就你只能看看，然后下载就可以。然后我测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公共的这个 Office 接口不稳定，然后我有些文档是打不开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的话，你需要就自行配置一下 Office，然后它这里官方有写，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是在最近预览引擎，然后就是在这里，然后它这里一个微软的预览接口，它这里有自己搭建，你继续去看一下。然后后台的话，它有一个监控系统，然后这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你网盘的流量怎么样，然后这些，然后感觉这个还比较方便。然后当然，我个人其实是最想尝试它的一个接口功能的，然后但是我访问 GitHub 提供的编程接口文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里地方存储这里它的一个 API 的话，它描述嘛，但是有些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请求啊这些，感觉比较麻烦，然后也搞不定，我没搞定，然后个人问题，然后本人技术有限，然后本来想测试一下，但是没有测出来。然后最后的话，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安装测试看看，然后可以去看看它的这个我觉得个人比较想尝试的就是说这个变成接口这个功能。然后最后非常感谢这个开发者的开发，然后这就是大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搭建吧。然后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请
欢迎给我点赞、投币、收藏，然后关注我，然后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内容给大家。然后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